欢迎回来。今天要给大家拍的是一个我的日常的一个makeup routine 吧，就很简单的一种。因为最近好像我的妆还蛮多人想看是怎么画的那种，但其实我就是用的不同的颜色，方法什么都是一模一样。然后我觉得挺简单的，就想说好的，今天我们来录一个吧。然后我头发刚洗，发际线刚纹，但我感觉没纹好，又掉了。看不看得出来最近有一点点脱发啊？然后这件 T 恤我已经穿了无数次了，因为真的有点喜欢。感觉是不是之前好几个视频里都穿了这个 ？OK， 总之呢，我们今天来录这一支视频，都是用了我最近日常就是用的很多的一些东西。那我们就来今天的边化妆边聊天。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一个，在我化妆包里找到一个那个从裤子上撕下来的标签。OK， 视频开始之前呢，首先我先贴一个眼膜。最近这个黑眼圈还蛮重的，一直都重。我已经这句话说了大概有4个月了。然后我们先穿的就是这样子比较随意的 T 恤，然后等我们化完妆以后呢，我再换就是那种 Get Ready With Me， 最后大家应该会穿的那种比较漂亮的衣服，比较好看的衣服。OK， 眼膜这个东西，如果你贴得太高，你就会卡住自己的眼睛，还是往下搂一点吧。OK， 贴眼膜的时候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现在脸上那个什么精华液啊都已经涂了，然后最后呢，脸上的那个东西还没有涂。脸上的东西我最近用的蛮多的，是这个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想说给大家看一下，是 Sisley 的这一罐，名字叫 Black Rose Skin Infusion Cream。然后我想说节省时间吧，我就在贴眼膜的时候先把这个涂了。这个味道很淡，然后它的质地呢也很薄，就是比较适合现在的春夏季。油皮的朋友应该可以去试一试的。我当时去的时候，我就问柜姐，我说我非常要最保湿的那种，其他的什么淡斑呐或者什么的我都无所谓，我就要保湿。然后他就给我推荐这一款，我觉得是还挺保湿的，然后又薄。OK， 在贴眼膜的时候呢，给大家看我刚买的几个 MAC 的东西。在这里，我最近很喜欢腮红嘛，我之前发现那个 MAC 的 Telling Glow 很好用以后，我又买了好几款 MAC 的腮红，然后我发现到店里面发现，哎呦，这个款式还有颜色实在太多了，挑花眼了。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点闪闪珠光在里面的那个 blush， 然后名字叫做 Ambering Rose， 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它是自带闪的哦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有点深，还蛮好看的啊、哦，这个 Ambering Rose。然后下一个是，我发现MAC 东西还蛮贵的，我买了3个，就这2个腮红加一个口红就80多了税后。我怎么记得就很多年前的 MAC 没有这么贵啊？这个是 Melba， 这个就是在微博上做的功课了，我发现是一个还蛮火的颜色，然后大家都说很好看。这个我今天还蛮想试试看的，就这个比较粉一点紫一点，然后这个是那种小桃子色，这个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嘞，我还买了一个 MAC 的这个网红色，你们猜是什么？是 Mocha。这个颜色其实是比较秋冬色吧，但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看的，我就买了。看这个样子的。今天视频呢，我很想试这个 MAC 的 Melba， 还有刚刚这个 Mocha 给大家看，但是我也有自己就是这段时间常用的嘛，因为今天毕竟是录我最近常用的妆容，所以我还是会以那些为主，然后这些就是最后再小试在脸上给大家看看。因为我真的还蛮想试的。视频开始之前，我先放一个音乐。最近我 Spotify 里面的 playlist 全都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这种类型的哄小孩睡觉的歌。现在呢，我要放一个我们成年人的歌曲。然后我现在放的 playlist 叫做 Indie Pop Chill Out。我之前听过几次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。我头发刚洗，还没干，等我们画完的时候应该能干吧。好，这个发际线我们等一下用这个粉来遮一遮啊，挺吓人的。最近开始掉头发了，超惨的，就是随便这样子一撸就会掉下来几根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来，算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个眼膜啊，我现在才敷了5分钟就有点干了已经。它里面不是说很多水的那种，不会滴到脸上。刚刚那个日用的乳液用完以后呢，我现在先用防晒。之前有很多人问，就是说先用 primer 还是先用防晒？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，但是我一般都是乳液完了以后先用防晒，完了以后再去妆前化妆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妆前是化妆步骤的第一步，所以我就把它归在后面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哦，专业的人士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一下。在用它之前呢，你先把它疯狂的摇视，在摇的同时 ，B 站的朋友给我弹一下幕吧，我很喜欢看你们的弹幕遮住我的脸。如果你懒的话就算了。哎，还有啊，给你们看，
后面有一件 Charlie 的衣服啊，就最近我们想要让 Charlie 和 Soap 开始两个人真的开始 interact， 开始有互动嘛，所以我们会就是慢慢的去介绍两个人。当然他们已经见过，然后Soap 已经舔过他脚很多次了，但是就是说还没有说完全把他们放在那边，因为 Charlie 现在也没法坐啊，只能躺在那边，不可能 Soap 就整个人趴在身上那种，感觉会把他压死。所以呢，现在还没有说让他们自己单独的去互动，但是等 Charlie 能坐上，你们应该看到很可爱的互动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然后这个呢是 Charlie。就是从出生一直穿到现在的一件小衣服，我觉得超级好的。它是我朋友送给我的，是我小学就是最好的一个朋友，他送给我的。他一共有7件，都是长一模一样的。然后它每一件上面都是法语，写的是 Monday to Friday。我不会法语，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天，但是呢，就是它每件衣服上都会写这个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而且这个料特别好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就把那个衣服放在那个 Soap 的床上嘛，然后他就会去闻一闻，去更加熟悉那个 Charlie 的味道。差不多眼膜好了。我感觉这边敷了以后更红嘞，哟，吓死我了！我妈在这里突然间跟我打招呼，干嘛？那我先涂防晒，把它晕开。最近我眉毛又纹过了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不过我纹的颜色很浅，就看上去很像自己真实的毛。不过我还要补纹一次，我打算就是稍微把它颜色弄得稍微深一点，不然这看上去实在是还是就是很没有眉毛的感觉吧。OK， 防晒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妆前。妆前用的是我最近超级喜欢，我觉得干皮啊什么的超好用。本来我以为只有干皮可以用，但是我后来看那支视频的评论下面，很多人说它是混油，没有看到油皮的朋友吧，但是就是混油的人说用这个也很好，所以混油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。娇兰的这一个，然后上脸是很舒服，很 biu 的感觉。它里面是有那个金箔，你看得到吗？看不看得到？涂它的时候感觉真的好舒服，跟其他的妆前打底那感觉不太一样哦。然后最近我想买一个麦克风，因为我发现我平时讲话其实我正常的声调是这样，但我觉得我这样子录视频的话，可能收音不太好，就你们听着太轻了，所以我想买个麦克风，它会放出来声音大一点，然后我也不用就是喊出来的讲录视频。完了以后呢，再是那个妆前。不是，妆前已经过了。完了以后再是那个粉底液，粉底液呢用的是这个，上一次给大家种草阿玛尼的素颜霜，然后很多人说想看那个上脸的实测的效果嘛，我想说，这个视频正好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一般会挤2个泵，对，差不多这么多。我感觉我一下子就快用完了。差不多这么多，我觉得都已经算挺多的了。如果你想要再淡薄一点、轻薄一点的话，它可以再用少一点也 OK。然后我这个颜色你看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挺自然的，就是不会说很白，基本上跟我颜色是一个色号。柜姐呢说这一款粉底液最好是用手上，但我不喜欢就是手弄得太脏，我还是喜欢用刷子吧。但是我有试过，的确是手上的话效果会更加自然。手的话就是这样子把它给涂匀，但我觉得太麻烦了。差不多就这样子点一下。我用的刷子呢，今天用的是这个开方 D 的这个，最近还蛮喜欢的，也是刷子里的新品吧。而且这红嘞，对吧？其实刷子刷出来它就是会感觉干巴巴的，如果你用手上呢，因为手指上有些温度，它上去呢就是还是给你们看用手上的效果吧，就是用手上效果会更好一点吧。就这样子轻拍。然后我比较避开了眼睛周围什么的，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的瑕疵吧，因为我会再用其他的遮瑕的东西。这大概是我视频里第一次用手上粉底液吧。呀，头发散了，不给力啊这个东西。你看，就是它的问题呢，就是说遮瑕度不是说特别高。我凑近一点给你们看那个斑什么的，它还是不太能遮得住，完全会修饰一些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那么黑？看上去很像自己皮肤的那种然后呢，遮瑕我用的是 Laura Mercier 新出的这个 Flawless Fusion Ultra Wear Concealer， 我的颜色是 EN， 我就稍微点在想要遮盖的好一点的瑕疵上，像眼下还有一点小斑这边，还有嘴角这边比较黑的地方，然后我再用美妆蛋把它晕开。这个美妆蛋是 Fenty Beauty 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挺好用的如果你把它进水的话，会更加好用一点。Soap 来了 ，Soapy up，good boy。他每次上去之前明明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自己都会跳上去，但每次我在的时候，他好像就是会看我 asking for permission 那种，说我能不能跳上去。
细很多，明明这就是它的地盘。纹过的眉毛上再画一次这个眉笔，最近新发现的一个蛮好用的眉笔是 Giorgio Armani 的这个，我买的颜色是2号。也是 Sephora 打折的时候上次买的，我觉得很细很软，但是我很不喜欢它这一边的就是刷头的部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刷毛型的，它这个是那种就是梳子型吧，不喜欢，就硬硬的感觉刷在眉毛上很痛。纹的眉的好处呢，就是如果你不太喜欢画眉毛的人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很方便，因为它的眉形已经在了，如果你用眉粉或者眉笔的话，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形状稍微勾一下就好了。我眉毛这个长度画多少，就是从鼻子这边到眼角到这里，算它的那个长度。哎，先画成这样，眉头不太好，然后呢，你就把它用这一边去撸一下吧，真的很难用这一边啊。我平时在自己化妆的时候啊，其实我是画完了以后再用其他的眉笔上带的那种刷子去把它刷开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难用了。这边眉毛就画好了，看我的发际线这边啊。蓝色哦，我离你们远一点画眉毛。这是我最近最大的 insecurities。不知道我最近每次画眉毛都会困。你们最喜欢化妆的哪一步？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腮红到后面修容啊、高光那一步，就最后已经什么眉毛、眼睛这边都已经画好的。因为我觉得那种刷子很大嘛，都一个个刷上去，颜色又很足，就大面积的那种颜色刷得很爽，不像这个眉毛，哎呀，机械性的动作重复好久，你又不能直接一条画下来。如果哪天有那种发明一个粉笔，我直接这样子画一道，它眉毛就可以画得很好就好了。然而我现在眉毛有一点一边粗一边细，让我修一下。这种刷子真的难用。我手上为什么出那么多汗呢？我感觉今天录视频很紧张还是怎么的？还是太热了吗？家里就是汗到我现在是用衣服这里去把它给打开的，手上一直出油出汗。好啦，眉毛好像又有点不齐，是不是这边粗一点啊？完了，最近眉毛画的实在是眉毛困难户，就好几次我发现我抛出来的视频就说这眉毛怎么画的有点高低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最近画眉毛有点困难，手感不好。哦，然后啊，这支笔虽然这边很好用，然后这边很难用，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包装很塑料的，就是很软，这个。就先暂时算我及格吧。画了眉毛以后，整个人就精神很多，我自信了一些。然后到了我这阵子画眼影的方式嘛，大家都还蛮喜欢我最近眼睛就稍微淡一点，然后有一些 bling bling 的感觉，我就给大家看我是怎么弄的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搭配不同颜色就好了。首先呢，眼影还是一样，先用一个雾面色去打底。然后我这一盘呢是这个 I Want Candy Too Faced 这一盘，这盘可能如果常逛 Sephora 人会发现它没有，对，我是在 Ulta 网站上买的，应该 Too Faced 官网什么的应该也会有吧，反正就是 Sephora 里面没有货，然后里面是这些东西，这些颜色，其实看上去就普普通通颜色，但是我最近用的还挺多的。我会先用这个颜色，就是 Cream Puff 这种比较正常的普通的大地色啊、打底色啊这种类型的。然后刷子也是4月最爱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olourPop 的眼部刷，7块钱还是6块钱一支吧，这样子先打个底。另外一支眼睛也是用刚刚那个 Cream Puff 那个颜色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再用 Pastry 这个，比刚刚那个颜色会深一点点，也是那种杏仁色，就着重放在后面一点，这样子在眼窝上，后面带到眼窝，还是同一把刷子。今天眼妆就这一把刷子，2把，等会儿还有一把。因为这个颜色反正也挺淡的，所以我都懒得去把两边都沾一下，就还是用左边当时剩下的那个粉去弄一下右边吧。然后呢，好吧，3把刷子，一定要用到这个 MAC 的晕染刷 ，Sigma 还是 MAC？ 哦 ，Sigma 的 Blending Brush E25，去把它稍微匀一下，不然这看上去就是挺不均匀的嘛。刚刚那个刷子有很大，它没有办法进行就是晕染这个步。OK， 好，再多加一把这种扁扁的，是放下眼睑的，我还是直接用刚刚那个比较深的这个 Pastry 这个颜色，放在下眼睑。从下眼睑这样子划过来，着重也是在眼尾，然后慢慢带到前面一点点，不用带到整个眼头吧。我觉得带到眼头会看上去就是有点像黑眼圈或者没睡好那种，带一点点就好了。
我这个眼妆画的很粗糙啊，就是随便搭一下颜色这样。OK。下眼睑也是跟上面就是呼应起来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最重要的其实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们的眼妆，然后就是Stella的眼影膏是这个视频的眼妆重点，它长这个样子。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，我好喜欢这个，它是可重可浅，但是总体而言是属于比较重的那种，很亮很亮的那种眼镜啊。这支颜色呢是 Wanderlust。OK， 我是怎么放呢？就前面眼睛已经好了，我现在眼睛都不打底的，因为都比较淡嘛眼妆，啊，我就直接放在这个双眼皮中间。哎呀，我镜子好脏，啥也看不见。好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点到它的眼皮中间。是不是很亮？我弄了好几层，因为我想说相机会有点吃色嘛，我今天就弄得特别重。然后你怎么晕开呢？如果你想要淡的话，你直接用手指就好。如果你要它颜色很饱满很重，跟大家推荐的是你一定要需要的一个刷子是 Sigma 这一支 Cream Color， 它是专门涂像这样子眼影膏的东西。呀，弄到上眼皮了。你看刚刚弄的时候就不能说话，不能闭眼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就是用这把刷子去把它推开的话，颜色就会很重，它的那个出色感。我刚刚因为眼睛动了一下，闭眼啊什么的，所以有点进到上面的眼皮。但是通常来讲呢，如果你涂好了马上就弄，像我这只眼睛的话，它是不会就是粘到眼皮上的。不过这个东西卸妆起来会有一点点麻烦，因为卸妆的时候啊，它会掉到眼睛周围，需要稍微有点耐心去卸它。这边我放的比较少，因为其实它就是放少会上色的效果比较好。如果你一下放多了，它就会有点结壳。OK， 你看这是比较少的样子，我觉得比较好看，其实淡淡。不过我这边已经很重了，所以我再加一层。如果你想要重的，其实你就可以在上完第一层以后，你再叠加第二层的。哎呀，这个太重了，抹掉一点。好，到眼头这边你会稍微需要用手弄一弄，不然的话看上去就像眼屎了。好，今天稍微弄得有点脏乱，最后就剩下眼线，然后睫毛膏就搞定了。最近我买了一支新的，就是眼线胶这样子的笔，是 Tom Ford 的，它是长这个样子。这个呢还蛮持久，但是在下眼线上容易晕妆，所以我不太放下眼线了，我就只放在就是上眼线眼睫毛中间那种，稍微就是让眼睛看起来有神一点吧。因为它如果你放下眼线会晕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也不是说特别值得给大家推荐的东西。对，我就稍微就涂一下上眼线，让眼睛看上去没有那么白白的。然后还是一样，我平时惯用的那个画眼线的方式吧，就是这个完了以后，直接从眼尾稍微拉一条，就是眼线液的那种笔。这个也是 Tom Ford 这一支，我觉得还行。它有两头，一边是那种画出来比较细的，是这个样子。我给大家画一条，这样子比较细。然后另外一边呢是比较粗的。哎，好像刚刚说反了，是这边比较细吧？哎，对，这边比较细，抱歉。好，我也不知道哪边比较细，反正就是有一边是细，有一边是粗哎。会这样子拉一条小尾巴，其实就是很简单。这个尾巴长度纯粹是取决于我那天两边眼睛画的是不是一样的。比如说有一边我不小心拉长，那没办法，我就把另外一边也得一起拉长。哎呀，弄到头了。像现在这边我觉得拉的比较好看，这边呢感觉短短的，所以这边要重新拉一下。这个眼线啊就还蛮不晕的。再画睫毛膏就搞定了。刷起来翘的话，第一步你要把睫毛一定要夹成至少这么翘，你刷出来才会很翘。如果你刚开始夹的时候它就已经往下了，那你之后怎么刷它只会越来越坠。先用一支 Kiss 的睫毛打底。这个是让睫毛就没有那么快塌，然后看起来也比较浓密、比较长。刷睫毛膏以后会更加定，比较好看。就有它和没它差蛮多的。有时间的话呢，也可以用它刷一下下睫毛，这样刷下睫毛就是刷起来也很好看。但我下睫毛特别短，所以经常会刷到那个眼睑上。再刷睫毛膏，睫毛膏这个我就不说了吧，说了100次了这个睫毛膏。色不打呼的声音真的好大啊，这样也挺好的，至少我不说话的时候气氛不至于那么尴尬。
下睫毛啊，就是刷了那个 Kate 的打底，刷没刷蛮明显的。你看刷了以后，下睫毛就能，你们可以看得见的，从相机里。睫毛精本精又出现了。我脸部的话，我会把相机稍微的，就是我下来一点。我抬着头好累好累。为什么我早不把相机调下来一点呢？准，先把头发松开啊，我怕一会儿太干了的话，它就会有2个印子。我头发本来就已经很扁了。其实我本来想给大家看我最近用的很多的一个腮红盘是 NARS 的这个 Insist 里面的这个颜色。这个颜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叫做什么 Off Duty Buzzed， 差好远呢。对，这个叫做 Buzzed， 超级好看的这个颜色。但我又很想试 MAC 的新的腮红，是这个 MAC 的网红款吧 Melba。然后我的腮红刷呢Real Technique 的这一支很 puffy， 刷在脸上巨舒服的那种。我们试试看这个颜色啊，激动！镜子，镜子你在哪里？开刷了，开刷了。哦，难怪是网红款，真的好好看啊！这边脸顿时显得白了，它这个颜色好提气色啊！来，后期的艾玛把这个字幕打上去，这个腮红的名字。哦，漂亮哎，好漂亮哦！哦，下次也可以去试试看啊！这个 Melba， 先把它上面多余的给弄下来，然后我想把它再涂得匀一点，因为你看这边还没有涂得特别匀称。这个刷子啊，不过真的很跟大家推荐，又便宜又好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刚好有点掉毛，是不是？这个腮红爆喜欢，我的天哪，5月最爱了。好显白呀，有没有？我舍不得画下面一步了。看来多人推荐的东西的确是好用哈。这个腮红凑近一点给大家看，好有气色啊！把刚刚那个眼妆整个拖出来，很好看，感觉是一个很适合就是比较淡淡的妆的一个腮红哎。刚刚是这个 Becca 的新的 Parisian Light， 就是里面有个铁塔的这个，这个高光也非常好看。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就是 Stella 的上面闪闪的颜色基本上还挺像的那个色调，有点玫瑰，有点香槟的那种。高光也上好了。好，我们先画到这里，我先上去换件衣服再下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发际线啊，这个发际线的问题最近非常的严重。我用的颜色是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。我今天本来想用那个修容的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妆面感觉看起来很干净，所以我就不太想画很重的颜色，我就用 Hoola Light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属于在修容里面呢，什么都属于非常非常的看不太出来的，放在脸上一点点，就这样一点点就好了。相机上可能看不出来，因为有一点点吃色。就有一点点像是刚刚叠加在我们刚刚腮红下面吧，下巴也来一点，我用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深一点的颜色去填一下我们的发际线这边，我用Hoola，不知道会不会太深，但是我试试看吧，还行，不会太深，因为我基本上是放到头皮上了，就是头发里面那种，稍微带出来一点吧。如果你平时也补发际线的话，记得卸妆的时候一定要卸到里面，就卸得干净一点，用卸妆棉也好什么的。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卸不干净，它这个地方就会长一点点小痘痘，妆没卸干净嘛，非常不 OK 哦。记得一定要卸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多余的我再放到下巴上吧。脸部呢，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了，我把头发理一下。先试这一支 Mocha 给大家看好了。这支不确定搭不搭啊，因为这看上去颜色蛮秋冬的那种，薄涂一点，也还行哎，这个颜色，好像涂的比较薄，就看上去没有那么的深。这一支呢，就是很火的一个颜色，我看微博上到处都是这一支颜色的试色吧。这支呢，就是我们今天配这个妆容的第一个 look， 因为我后面2支我都想试给大家看一看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们比较喜欢这个妆搭哪一支口红颜色，我也会等会跟你们讲我觉得哪一支比较好看。Sophie 你觉得好看吗？你看 Sophie 已经出了她的毯子了，
它的这个毯子啊，就是假的那个 Burberry 的花纹。其实我是在那个 Chapters 买的，然后当时也不是，我不喜欢这种格纹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还是喜欢就是以前你们视频看到的单色啊什么，但是当时没有卖的，我就买了这一条。然后是打折嘛，我就买了，因为它这个毯子经常会打折，所以我会避免就是原价的时候买，我都是打折的时候去囤一点。OK，Mocha 出来呢就是这样子颜色，然后我们再试第二个颜色啊，我现在用的这个卸妆巾我觉得还不错，是 Sephora 买的，是他们家自己出的，然后我买的是 Coconut 这个，然后呢我们再试这一支，这一支是很浅的那种唇釉，所以一会儿是很好卸的。我拿的这个颜色就是很红，但是它其实上嘴还好，特别是你薄涂这样一层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个就是亮面的，这个我感觉呢，就是它会比刚刚要大红一点，然后有一点点盖住了我们腮红很漂亮的这个粉粉的感觉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刚刚 MAC Mocha 配这个妆的感觉，你们觉得嘞？是不是？我再试第三个啊，第三个 NARS 这一支，它是那种 Velvet 质地的，这支啊，我觉得我挑的是那种很粉的颜色，应该还蛮搭的吧？我也是薄涂好了。好了，这支颜色还蛮自然的，比刚刚那一支会好看一点，搭起来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一支和刚刚 Mocha 两个颜色哪一支比较好看？那真好，没有定妆，定个妆啊！我用的是那个 Urban Decay 的这一支，最近定妆一直是用的它。然后我喷很多，我想让它妆定一点，然后我发现喷很多和喷少不会说有什么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喷多会让人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今天妆应该会定的比较牢。好，扇一扇，这支颜色还不错，就是跟刚刚那个比的话，刚刚那个好像有一点性感小冷艳这种，然后这个呢看起来温柔一点，对吧？还不错这个颜色，而且这个嘴唇看起来也蛮饱满的。这支啊就会比 MAC 的质地舒服一点，因为它放在嘴唇上是那种滑滑的感觉。我个人最喜欢还是 Mocha 那个配这个妆容，我再把它涂回来。对，我就是这么的不怕麻烦。已经画完了，然后我去我们家光线好一点的地方给你们看。这个妆在太阳底下或者在光线好的地方会看起来特别好看。还有这个口红颜色也是。好了，以上呢就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支一边聊天一边 get ready with me 这样子的主题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视频。然后，也回答了很多朋友问我说，最近我的一个 go to look 是怎么样的，就是眼睛上有点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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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闪的东西，然后妆是就比较淡的妆这样子的一个妆感吧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主题。然后我觉得大家还蛮喜欢最近我这一系列的妆容的，是不是？我非常开心。好，下一次我再研究一点什么新的妆容，再跟大家分享吧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给你们看 Soap 现在的躺姿，就本来他是在那毯子上，然后我坐在这里，但他不想入镜，所以他就自己挪到前面，这样我就正好挡住他，他是个戏精。